不错，胡丹丹也超过一截，来机会了，这是连续的机会。注意看，韩国19岁天才美少女娇羞走入比赛现场，她的颜值甚至超越了身后的举牌女郎。然而，就是这位韩国天才选手，居然敢指名挑战中国武警霸王花。此人就是韩国综合格斗女将康锦熙。康锦熙明明可以依靠颜值进军演艺圈，却偏偏选择暴力危险的综合格斗，并且根据资料显示，康锦熙还在韩国拳坛一共参加了15场比赛，其中有8位韩国女选手被他打毁容，送进了抢救室。所以说，大家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康锦熙的总体实力绝对不是大家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。本次奉命出战迎战康锦熙的就是来自北京武警学院的胡丹丹。胡丹丹是中国格斗领域的新生代中的佼佼者，刚刚成年就已经在散打领域拿下冠军奖杯。就算康锦熙实力强悍，打残过许多外国选手，胡丹丹身为中国人，有绝对的义务出山暴揍他。今天就让他明白，中国姑娘可一点都不比韩国人差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胡丹丹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。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康锦熙出道于摔跤领域，凶狠的打法也是让他只用3年就称霸了韩国拳坛。所以说，找不到对手的康锦熙才决定进军综合格斗。果不其然，康锦熙猛打猛冲，逼近胡丹丹内围，扭打在一起。如果要论战力，胡丹丹绝对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但是，一旦被康锦熙按倒在地，那比赛结果就真的不好说了。入地面。双方的本体感觉还是非常出色。韩国选手呢，战术这一球非常的清晰，还是把对方撂倒。是一个什么打法？他的这个打法呢是一个比较典型。胡丹丹呢，曾经在全兴时代的芙蓉镇战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。他的职业战绩9战7胜2负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胡丹丹的上体位，居然上方。激烈的地面缠斗，康锦熙并没有占据优势，相反还被胡丹丹从背后牢牢锁住，无法动弹。对于胡丹丹来说，今天绝对不能让康锦熙挣脱束缚，因为康锦熙最擅长的就是地面缠斗，一旦放松警惕，被压制在地面，比赛很有可能因为胡丹丹的失误而提前结束。好像胡丹丹的这个胳膊还没有完全的插进去。好，坐船体，现在这个坐载不是非常到位，对方有可能摆脱。康锦熙在挣脱，对方摆脱了，完成7胜。现在是占据了主动，康锦熙肯定要一拳打，哦，撑住，危险，小心，手关节挣脱了，不错，胡丹丹也超过一截，来机会了，这是一个连续的机会，对方也是非常顽强，刚才太凶险了，康锦熙果然19岁的小将，实力不俗，了不起。小金刚才差点一个失足。现在我们来看双方焦灼在这个体位，这一个断头的姿态，但是完全呢可能用不起来。胡丹丹是想用背摔吗？不得不说，康锦熙这家伙的战术打法实在太粘人了，也不管裁判会不会制止，坚决要将粘性打法贯彻到底，甚至呈现出狗皮膏药似的死死粘住胡丹丹不松手。反观胡丹丹精通的散打，在这种打法面前完全无法施展，于是无奈的胡丹丹只能一边后撤一边推搡，试图让对手知道只有战力拼拳，观众们才买账。技术很强，可能也暴露出了康锦熙他的身体的力度还不够，双臂的这个力度还不够，他不能锁住目前这个26岁的胡丹丹。关键是什么？就是双方都不是等闲之辈，这个胡丹丹真是有很好的准备，所以他在逃脱这个锁技方面呢，确实有很好的赛前准备。胡丹丹现在在站立的时候，还是在用拳头主动的打击对手，对防摔的意识也非常出色。还用双拳在击打这个康锦熙，小金康锦熙在用膝弓。对方非常注意这个枪把位。纠缠时间过长，一些包扎物啊，这个装饰品呢不能够威胁到对方。你看胡丹丹，他这个感觉有点类似您的学生唐金。因为这个东西女孩子嘛，她还是有一定的表现，尤其是自己个性化的方面的展示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尽管裁判刚刚已经对康锦熙做出了口头警告，但是重新回到比赛中的康锦熙依旧是将裁判的警告抛之脑后，还是继续搂抱胡丹丹不松手。终于在此刻，胡丹丹忍无可忍，一记重拳将其砸翻在地，紧接着开始施展疾风骤雨般的重拳猛砸康锦熙脑袋。不过康锦熙也是打得毫不示弱，选择硬刚到底。从这一刻起，比赛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。
因为这个好像因为控制方还是在胡丹丹这一面，似乎是这样啊。所以胡丹丹总是用拳，那逼着这个康锦慧也是要不停的用拳来迎战。但是对方呢，对于这个缠抱在一起，把对方撂倒以后使用关节技呢，这点呢更有一些信心。所以说，在这个维持的，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发型上，这个，哎呀，在抠着眼睛。绝对不允许，很可能会轻人犯规的啊！康锦熙好顽强的19岁的韩国妹子。经过首回合的拼拳换脚之后，康锦熙明显出现了体力不支、大喘气的情况。不过为了赢下比赛，康锦熙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冲上去，结果被有准备的胡丹丹击倒在地。胡丹丹毕竟是中国武警部队的霸王花，出色的颜值和敢打敢拼的战术打法，让康锦熙短时间内很难做出针对性打法，甚至还会尝到极其凶猛的组合拳进攻。拳头40几秒钟就 KO 了对手，但是呢，他有组合连环锁的这种的拖衬，这样呢才能使自己的拳法得到有效的发挥。这个膝顶非常痛苦的。胡丹丹呢，在芙蓉镇比赛当中啊，他也是把俄罗斯的女将维多利亚·马特尤维克给他布置了一个刚才让大家看到手臂十字弓，但是呢，他也是挣脱了，把握住了一线机会。采用的是把对手高高举起来拉向地面。今天在这一战当中，同样遇到的是来自韩国的康锦熙。康锦熙呢打得非常聪明，他不给你距离。胡丹丹呢还是极力摆脱。这个时候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胡丹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。不管胡丹丹如何用重拳反击对手，说什么都不愿意松手。毕竟康锦熙这家伙的粘性打法实在太无解了，仿佛就是发痒打不过你就恶心你的尴尬处境。一旁的裁判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一切，并没有打算上前制止的行为。没想到胡丹丹遇到的这个19岁的这个小将，也是非常的顽强，非常顽强。好，这是个舍身的，我们看到康锦熙韩国选手主动倒地。胡丹丹更好的交劲。好，还有拖进去。今天有2个有趣的现象。这个时候呢，康锦熙呢离开围城，控制好角度。好，比赛继续。所以一直在贯彻的这个胡丹丹呢，还是用拳头的力量，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一个机会，打倒对方的机会，要创造条件。回到地面缠斗之后的胡丹丹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只管朝身下的康锦熙施展重拳砸击。长时间的缠斗早已将康锦熙的体力消耗殆尽。此时此刻，康锦熙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搂抱进行防守。所以说，如果比赛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，胡丹丹完全可以通过比分优势拿下胜利。反正现在康锦熙可能心里在想，我只要能起来，我不会被你压着，我就有机会。所以他几次弃权了以后，他年轻，我就看体能不强啊！我们这欺老不欺小啊！我就这么黏着你，让你无法不要抓全绳。现在比赛中呢，就是怎么样做到治人而不治于人，这至为关键。人家已经脱了。好，还有10秒倒计时。10秒。看来呢，比赛中出现什么惊天逆转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。这样的话，双方是打满了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胡丹丹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胡丹丹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